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会为大家升级你的意识，透过了解宇宙的运行法则还有地球的游戏规则，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超级玩家的 NPC。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叫做灵气，耶！打一声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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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真的是大家敲碗极久，然后很想要了解灵气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一直没有花一个时间去很入门的跟大家分享灵气这个工具，还有为什么我主要就是教灵气的课程，然后还有我接下来的师徒传承制也会以灵气为主轴去贯穿整个主题。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为大家解惑，用科学的方式去解析到底为什么能量跟灵气这个东西它存在并可以实际改善我们身体的状况。同时也邀请我们的妮娜宝贝来上这个 podcast 来用彼此的观点聊聊灵气至于我们生活当中有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发跟改变。来，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先稍微聊聊我们怎么遇到灵气的，因为所有的疗愈工具都会找主人。没错，就像我们有学过很多不同，也听过很多，无论是紫微斗数、占星、八字、易经，然后我们今天知道那个梅花艺术、人类图，叭叭叭叭叭。可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被灵气召唤？你可以先分享你的经验呢？真的是被灵气召唤嘞。那时候发生啥呀？我其实就是莫名其妙，很像被什么东西打到，突然就对灵气这东西很感兴趣。可能大概是几年？其实就是疫情期间，疫情刚开，就是疫情开始前，就正要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在探索，就自我探索身心灵。然后你在这个时期就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资讯，说天使啊、塔罗啊，然后各种你没听过的一些专有名词就出现。然后听了这么多之后，就是有听到，也是无意间听到灵气这个词，然后一直都有一个印象。然后当初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在花莲的一间民宿，然后它的书架上面就有一本关于灵气的书 Reiki， 然后那本灵气的书是我老师写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大概翻了一下，他就是整理了他学员的一些经验。反正后来我就循着那本书就找到，我就上网找他的资讯，就找到他刚好才开课，对，我在苗栗开课，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间，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珍惜，而且他其实已经没有在开灵气的课好多年了。然后我也是就莫名其妙，就是什么都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会觉得就是有一个召唤，就觉得我想要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就会对，就一股脑的就陷进去。那你呢？你那时候是怎么？你知道你刚刚讲错，我一直在回想，对啊，我是什么时候被灵气吸引？因为你最初接触的算是比较偏身心的东西是八字命，我为什么会对灵气有兴趣啊？好有趣哦！我想一下，反正那个时候的情况有点像是我步入身心灵，是因为我们家很爱算命。对，你有讲过这个，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算命本本，他把我的0岁到好像60、70岁的所有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算出来，就有点恐怖。对啊，然后我们家各种。比如说买房子啊，然后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从看土地到盖房子，我们都是找业界很有名，然后转介绍需要一点人脉才能够认识的老师，才能够去咨询到。所以我小时候是耳濡目染这些事情，然后改名也好，八字命理。所以后来我极度好奇，为什么一个命盘就可以解析这个人的生命周期跟他的运行模式，我才开始去学八字。可是我必须得说，我觉得我八字没有学很精。因为好复杂，但我觉得你对于人的理解其实是很深的，所以可能你完成了你想要知道的事情之后，就会往下一个地方。对，我后来透过八字去看不同的盘面，透由这些验证去确认这个东西是真的可行且存在的时候，我才开始又拓展其他的身心灵工具。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接触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状态是，这个人明明命盘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在解读的时候，我同时看见了它不同的可能性。就比如说，可能很多人都大概知道，在八字里面，好食神，然后有印，上面有印，然后印又代表什么样的东西，你大概可以讲出一个概念吧。那比如说你上面有个印字的话，就代表你跟神明较有缘分，然后很多八字老师的解读就是，那你会比较容易走入身心灵自我探索的这一条道路上面。可是它是一个很
大面向的东西，每一个人他能够走进身心灵自我探索，他又会延伸不同的，然后我就想要再往下去延伸说，那到底有哪一些路线是存在的，才开始拓展，比如说色火焰啊，还有灵气啊，这些东西就突然一直像演算法般出现在我的面前。对，就好像你某一个频率接上了，它的那个资讯量就会突然超大，然后你就很像找到了一个口子，然后就一大堆。然后我想到了那个时候YouTube 的推播，就是被 YouTube 就在分享有人在分享灵气是什么？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分享说灵气它在生活上的应用可以多神奇，你可以注入灵气在这杯水里面，你喝下去，你就可以喝到好的能量。我心里想说，小时候我都要去符水口里面喝，我都要去庙里面跟神明求符水，我才喝得到。居然灵气，我用我的手这样子给它能量，就有一样的效果。所以这一些冲突性让我更想要找到答案跟真理，所以我开始每个工具都碰。然后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因为没有钱吧，还是学生，所以我没有办法花很贵的学费去学这门技术。然后因为小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学习自我理解的速度上面跟能力上面是很快的，所以我开始自学。我上不起课程，我就先买书。然后我那时候买了很多书，叫做灵气的应用，然后灵气是什么，然后你看一本书也才100-200块，我那时候是买电子书。然后什么阿卡西记录是什么，所以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叫做从知识学习开始。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不可能网络上找不到任何资料，除了书之外，因为灵气那个时候我知道它是传承制嘛，所以你的教材什么的，它是某种程度封闭性的，而且就是有一些符号，它其实是不能被但是现在好像都蛮，所以我后来就是随着关键字，我就找到某一个网站上面下载完整版的零次电子书。我那个时候找到了，我的确阅读了，然后我也尝试去理解那个符号是什么。然后我甚至是那个时候读到说，它必须要透有大师点化。那我就想说，点化的逻辑概念到底是什么？一定要点化吗？不一定吧。我就是很反骨的人，所以我就会因为这份反骨，让我有研究者的心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大量去研究点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原理。对，然后从科学上，从能量层上面，所以它又让我展开了不同的分支，然后让我把这整个能量学的概念有个更完整的认识。那时候我阅读到的信息是，因为点化它是一个所谓我们要打开你的通道嘛，然后其实打开通道它也是有科学的原理的，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呢，反正那时候我抓到的关键字是说，它需要有老师引导你，然后我就问宇宙。引导是一样面对面还是可以线上？然后我那时候就阅读到的资料，发现到说，其实有些人是会做远距，然后我就在 YouTube 搜寻到有人点化的。我很聪明，我用英文关键字找，所以呢，我就播放一个大师用点化别人的影片来点化我自己。但我觉得这样听你这样讲下来啊，你会有这个想要去搜寻，然后知道要搜寻什么，还真的给你找到，那个绝对不是，很像是你灵魂早就已经具备这些资讯，只是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找到你，灵气找到你。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第一次很印象深刻是在太平的家的时候，就播着那个很大的电视，然后我坐在沙发上面，我就闭着眼睛听着那个老师的引导，然后那个时候老师的引导。是他好像就是在无声的情况之下帮你接通能量，然后我就看着那个荧幕，然后当他在疏通这个人的顶轮的时候，我整个这边的能量也是麻麻的，才发现说妈呀，这个感觉不一般，不一般，这个感觉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因为为什么我要用反骨的状态去验证，就是因为我也很逻辑，所以你没有在让我实际看见这些东西会如何在我身体发生跟应用的时候，我也不会轻易的踏入这个领域。可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之后呢，我就开始想要有系统化的学习了。我在不同的书籍，我当然可以阅读很多很多的资料，可是我没有一个人去问，或是陪你去练。对，我那时候其实就产生了大量的疑惑，比如说点化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什么样子的实战经验。对，这个真的是你找老师你才可以知道的。你都有不同的经验，然后就有点像是你的研究者资料的母体数够高的时候，你会整理出自己的模式。所以我发现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吸收，可是我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些讯息，跟没有办法去透过这些讯息知道它背后可能也会发生什么样子其他东西。所以我才在网络上下定决心说，如果我今天一定要付学费去找老师学习，
那我要学灵气。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跟你说，我最近想要学灵气，所以我找到了这2位老师，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在别的频道分享过，我很幸运遇到我的师傅吧，他真的带领我走进灵气的世界里面，然后拓展跟打开了我的很多能量通道，并且用一个很健康跟正确的指引让我去使用这些力量。所以呢，我现在才会透由灵气的召唤，然后以灵气为主，开始在带很多的授课跟教学。所以呢，今天的这期 podcast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灵气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跟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透由灵气去开启你的身心灵自我疗愈的道路。可以先问一下，灵气对于你而言是什么？我觉得还蛮幸运，当初第一个算是正式的学习，就是因为缴学费去找一个老师，是接触灵气。因为我在真的踏入身心灵之前，就是一个非常逻辑、非常批判性思维，我就是事情就是要有对错好坏，然后要比较分析，一切都要就是讲理。但是灵气完全就是开发了另外一边右脑，虽然平常创作的时候很需要用到右脑，但是它是更深层的感知。因为如果我跟你说每个人其实都会灵气，你一定会觉得哈什么东西，就每个人其实与生俱来都有，只是我们会没办法去想象或是理解看不到的东西，或是会质疑自己的身体感受。所以我觉得灵气对我那时候最大的帮助应该是开启就是看不到的这些感知，然后身体真的有变得对于比如说能量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感知都有变得越来越清晰，或者是你可以判断现在这个是我的吗？还是这个是别人的？然后这是来自哪里的？然后会变得很细微，你可能平常别人在你旁边你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开始学习灵气之后，对于万物树木啊，就看世界就很像是看到一个新世界。对对对，就是你的感官能力会被打开。而且对于身体上面的，就是虽然这个肉身可能也是我们自己想象，但是它就是等于创造另外一个游戏的系统，让你去探索另外一个副本。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玩。对，真的，我觉得我学习灵气到现在有一个，就比如说物件是可以，你会发现所有的物件都是有能量的。因为在学习灵气的过程当中，其实手就是你最大的能量通道嘛。那这个能量通道，当你在摸，比如说现在我的这个麦克风的时候，其实你也摸得到这个麦克风的能量。就它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频率，一个振带频率。错。然后当你可以发现到说，看我平常对这些椅子，这些好像很死、没有生命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可是呢，你看你有没有一种经验是，不知道什么你就觉得这个柜子怪怪，就觉得好像哪边需要调整一下。对，然后或者是说不知道什么这个就觉得床的位置好像应该要调一下，对之类的。然后呢，你其实对于这些看似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你都开始有感觉，你可以开始感受到它们的频率，甚至是你用手是摸得到它们的频率的时候，就很像你说的，它打开另外一个看世界的思维模式。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是从开始学习灵气之后，我开始对我以前的房间就是真的很乱，都没有在整理，就是有地方可以睡就好。对，但是开始学习之后，就会觉得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投射，那我的世界也太混乱，然后开始会注意这个空间带给我的能量是怎样，然后不知不觉我就开始会有一些以前不会有的布置，比如说我这边就想放一个蜡烛，我这边就想放水晶或是牌卡，就会想放在这一区，而且是不知不觉就会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放在那边不错。对，然后也是后来再深入去学习，去跟人家交流，才发现原来这个叫做布置圣坛。就是一个房间或是一个空间都会需要一个能量稳定的中心，就是我们就是会比较就像家里会放神明厅这种感觉。没错。然后我就原来这个叫布置圣坛，然后以前都不知道，然后也是透过灵气，就是对于空间的感知，对于自我慢慢开，而且都是很有趣，都是先去做了之后才去复盘，才发现原来这个叫做怎样怎样怎样，就跟你有一点点像，就是你就先去体验，先去玩灵气，然后才去上课。我相信你不是因为上课才会这些东西，是你本身就已经有那些能量，透由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更深化去理解它的结构。因为当你能够理解它的结构，你就可以更知道要怎么样玩它100种花样的模式。所以灵气它是一个最入门、最简单认识能量的一个很棒的起头，我会这样子讲。而且加上因为灵气就是行之有年，就它已经就是国外，我去国外好多人都就是你讲 Reiki， 他们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大部分的人。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然后
手把手就是教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它算是蛮完整的一个结构。对，而且其实很多人国外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澳洲，他们其实已经都透过灵气来治疗癌症的患者，而且是被步入卫福部的。或者是替代疗法是认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灵气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然后但我必须得说，更深入的内容真的上课会告诉你更细节的，包括它的历史脉络，然后包括它是如何使用的，跟它是如何传承到这里的。但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神秘，然后让大家对于灵气有一个很入门的认识。所以首先第一个，你看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能量，因为灵气本身它就是能量的另外一个语言。我们来讲灵气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有共鸣。像我们之前常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小时候看到你身体很痛的时候，比如说你肚子痛，然后你手痛，或者是哪里受伤，你其实会本能性的用手去捂住那个伤口。比如说你手被割到，就会想要这样抓着。为什么会首先本能性的想要去用手盖住这个伤口，然后加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子其实就会好一点。但其实不是心理的作用，而是因为手它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能量通道。我们在经络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手上面的经络是交叉处是非常非常多的，很密集。所以这些经络都代表着很多的能量在窜，所以这里的能量运作是很强很强的，就像鬼忍者一样。查克拉就是在运作灵气。所有在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你可以去实验一件事情。小时候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是，你双手搓一搓之后呢，你的手其实开始去对，搓，然后你可以去感受双手跟双手之间有一个引力是存在的。我小时候就会去玩这个圈，因为我就发现到说，我感觉我手上有东西，不是因为螺旋丸，不是因为自己想搓出螺旋丸，对，不是。好，我先说为什么要搓手，因为呢，当然搓手它的静电会比较强，这是一个最明显让第一次尝试的人，他是一个能量体感会比较强一点。对，但其实你不需要搓手，就可以感觉到你的能量在运作。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手跟手之间分得很开的时候，那个能量就比较不聚集。可是慢慢靠近，会有像磁铁一般的引力是存在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玩。这个呢，其实就是一股气，那些看不见的气在这里运作。所以有跟着我们刚刚做的听众，你们没有感觉有感觉都很棒，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们感觉到了什么。那没有感觉的人也没有关系，因为灵气在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慢慢在认识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他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或者是对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感受，因为我们用不一样的逻辑思维在看见自己，所以它是一个需要被养成，开始去认识原来被摸是这样子的感觉，原来我摸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感觉，被动跟主动是这样子的感觉。学习身心灵路上就是一直在练习这些东西，所以它会打开你大脑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系统。所以还没有任何感觉的人，没关系，因为它都是一个很棒的开始。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手上的气，你看，你也可以跟其他人玩，你看感觉到你的气。其实我们本身身体都有气场在外圈，所以讲这很抽象，就想象成是磁铁好了。磁铁它有磁力在外面，但是我们都知道，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我们人身体其实也是类似的原理，没错，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要来讲灵气到底是什么。灵气的日文原名其实就是 Reiki， 那 Reiki 中的 Rei 就是灵， Ki 就是气。好，我们把它应用我们比较懂的一个概念，叫做道家的气功。看我们道家在做气功的时候，它在运作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气，是。然后我们透由自己的气去养起来我们自己的能量场，对不对？所以我们道家的那一些体式，然后就连瑜伽也是，这些体式都是以咒印，然后这些咒印其实都是在运作这些看不见的能量场。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医里面在说的元气，这些气都是在讲看不见，可是我们其实都知道它存在的一个能量场域。而灵气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灵是什么，也就是超越你以外的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灵，就是宇宙的万物无限的能量场下载到你这个人身上。就其实好像都被这股能量所包覆，没错，就像种子种在土里，
为什么它会发芽？不是因为土壤有能量，那个不只是，是因为它的任务就是要长出那个芽，然后它为什么知道它要长出那个芽，就是有这股能量，这股气在让它在运作。没错。所以呢，灵气它其实就是宇宙的能量。很多时候我们道家其实在讲的叫做修自己的气，可是其实有一股气是你可以下载下来的。如果无限，它是无限。对，它是无限大的。所以为什么灵气它是可以能够有很多的应用跟作用，甚至它可以涵盖所有的能量医疗，就是因为你所接下来的能量就是一个无限场域的东西，所以你想跟它要什么，它就会下载给你什么。那就是无线 WiFi、无线充电。没错，所以呢，在科学上呢，我们可以把灵气理解为它就是一个生物场域。其实很多仪器都已经测量出来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电磁场。所以这是为什么会静电的原因呢？我们看不见摸不到，可是我就是碰到你会静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电磁场。灵气的疗愈师，它就像是一个调频器一样，它可以透由接引宇宙的能量，帮这个混乱的电磁场做一个调频。为什么我们的电磁场会混乱？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接收不同的电磁场的能量，就不同频道的频率。对，然后就会产生互相干扰。而灵气疗愈师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乱的参数调回来。调回它这个载体最舒服、最适合的频率。没错。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问说，那到底这个东西跟八字占星跟西塔疗愈有什么不同？你们可以去看见每一个疗愈工具，它都有不同的定位。八字跟占星，它有点像是在你的人生地图当中告诉你说，今天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可以怎么去准备，怎么去留意。没错。但是呢，西卡疗愈跟催眠，它就有点像是它在修复你的潜意识，它在清理跟修复你的潜意识。然后灵气呢，它就很像是你的基础设施，它是你身体上面的电池，它帮助你，你只要这个人脏了，你这个人没电了，它就帮你洗车，帮你补充能量，你才有力气去走这个地图，或者是才有力气去改写我接下来的人生蓝图的那种感觉。真的。对啊，因为我们就还是肉身的人类嘛，就是灵气真的对身体，我觉得对物质就是肉身真的是蛮有帮助。对，讲白话文一点，就很像是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就是人生要往前。可是如果你这个人的能量都已经被耗尽了，尽管我知道我未来会成为大明星，可是我都没有力气往前，对吧？或者是我明明知道我未来会成为大明星，可是我的信念系统不相信。所有的身心疗愈工具，它都是有不同的定位的。所以举例来讲，好，我的八字告诉我说，我未来会成为有钱人。睁开眼睛，或者是算了，两手一摊，反正我未来一定会成为有钱人，所以等到时机到，我就会成为有钱人吗？不可能，不可能。中间是需要伴随着你的信念系统支持了，你才能够往前嘛，对吧？这跟心理学也有关系，你必须得要知道并且相信透由行动，它才会一步步好。我今天要成为有钱人，那我相信我能够成为有钱人，而且我一定会成为有钱人。那我要开始去找人脉、找资源，然后我要学习相对应的知识，然后走一个我最适合我的赛道。可是我也得要有力气做这件事的。如果我全身都是病痛，我能量很松散，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力量去执行这些东西，就算你未来会成为有钱人的八字写在哪，你都会走到哪。所以灵气它就是让你有力量、有力气，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认同，然后一步一步推动，透由可能西塔催眠改写的潜意识之后，你才会走在你八字写好的你的人生蓝图道路上面。所以它像是一个无己站的感觉吗？没错，没错。灵气，尤其是旧景灵气，它也最常被应用在医疗上面。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一个人的健康，你一个人的气场有很多的破洞，你再怎么想努力，其实你都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精力去执行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最源头跟根本的疗法。那当然，灵气大家应该也听过说旧景啊、圣火啊、独角兽灵气、爱情灵气、郁金香金钱灵气。好，那这些灵气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可以去想象，我刚刚不是说灵气的本身就是接宇宙的能量场域嘛？那宇宙它又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场，比如说金钱灵气，它就是连接你丰盛的意识场；独角兽灵气，它就是连接独角兽的意识场。贴是根据你的需求，没错，根据你的需求，你想要精准的下载哪个灵气的话，你就可以学习不同的面向。但是旧景灵气，它其实主要就是所有面向，但是我会把它归类为它专注在疗愈你这个人的健康状态、肉身状态。它主要的意识上是连接在这个人要怎么加满油，然后让他往前。你还有学什么其他灵气吗？
就金钱灵气跟独角兽灵气。哎，你觉得怎么样？灵气它就是算是最早被发现，然后他就给它一个这样的词嘛。对，那如果我们把灵气这个词拿掉的话，其实它就是宇宙能量。然后如果你把它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就很像是连接独角兽的能量，对，连接金钱意识的能量。然后只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灵气，可能会比较好理解，或是它感觉好像是一个脉络，其实都是你就把它想象是如果这个宇宙是一片大海好了，然后每个人就不同的人来到这个领域，他可能就是拿着一勺去分析、去研究，就是他可能会发展出他自己的一个系统，就是东西它的概念，就是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这样一个场域吧，都在地球上，都在这个的意识场，就是东西都是一样，只是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的种族，就是大家不同的意识有不同的解读，但其实本质的东西都是一样，只是看你要锚定怎么去玩。对，真的真的，所以旧井灵气它算是在使用它上的理解是，它是一个全能性的场域，它就像大海一样，然后包容所有的东西，算是最初始的那个状态。那海里面它又装了不同的生物，然后不同的生物它存在在这个海里面，一定有它的生物链跟运作原理，所以它就会在这个海域里面有它自己的定位，跟可以给予这个海域滋养的东西。可是本质上都是海，对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的天使灵气，但它主要就是透过天使的力量去协助你完成天使的频率。那天使的频率对于很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因为天使它其实也有它的历史跟演化。这个又可以讲很多，这个真的又可以讲很多，所以天使又会透由它，你看每一个天使，它都有它成为天使的原因。比如说我连接到 Michael 大天使，好 Michael 大天使，他的历史可能之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就会带着那个意识场去帮助你疗愈，下载你最需要的能量。我再举一个更可能大家比较能理解的意思，大家知道曹操吗？你知道曹操就像是天使灵气里面在讲的天使哈。没有，我用这个举例来讲，你看到说天使他其实就在希腊神话里面做了很多事情，打仗的也好啊，然后改变这个场域的能量也好啊，干嘛，你不觉得就跟《三国演义》很像吗？突然要把《三国演义》跟天使连接在一起，觉得有点，可是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每一个战国历史的人。他们都是做了某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传承他的精神意识。精神意识这样我可以理解。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你也可以有个《三国演义》乐器。所以就只是看你要连接哪一个意识场，能量它就是一个本身就有一个聚焦的东西存在，所以看你要下载哪个聚焦的载体而已。其实你去学各种灵气都没有比较厉害、比较高阶、比较低阶，然后比较强大，没有，只是你想要如何去用这样子的信念系统去加注在这一份疗愈上面。就像是如果你听希腊神话故事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可是你对战国时期的故事非常有感觉的话，那个最有感觉的状态就是你相对更容易连接到的能量。那你对什么特别有感觉呢？我就是对萨满跟土地的连接会比较强，我反而跟天使的连接还好。我以为你是 Jesus，但是我的确我的生活导师是 Jesus， 基督意识的，对，是基督意识的。对，在学习身心灵的路上，你之所以会学到它，一定所以你跟它连接是有一定的连接的，然后它一定有一股能量是可以帮助到。像我一段时期也是跟观音的连接非常的强，然后有一段时期就是跟巫的能量连接比较强。所以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能量下载到你身上，而灵气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它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工具，所以透由学习灵气，你就可以从这个大海里面开始去捞不同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说，所以为什么灵气它到底可以去真正的疗愈到别人？证据是什么？然后有没有科学？要科学来聊聊这件事情，因为我最喜欢聊这个东西了。那这样真的很多案例可以分享，超多案例可以分享的。但我必须得说，现在很多身心灵的工具，我很常讲一句话：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可是玄学的尽头同时也是科学，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互相贯穿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很久之前，我常讲。当我们的科学仪器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连黑洞它都是一个一直在被推翻的理论。很多人像那些物理学家，他是计算得出黑洞好像存在，
可是没有人真的看过黑洞，嗯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是你计算错误？那我真的，然后甚至是他们透有更多的计算去推翻黑洞的计算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无法解释的，对，完全无法解释。所以随着我们的知识储备库加深，然后有更多的能量仪器可以去探测到物理学者那一圈子的人，他们相信黑洞存在的时候，是因为真的拍到的时候，然后真的用仪器去测量它的参数，然后去验证当初的计算模式，才发现是一模一样，他们才不得不去承认说好，它存在。所以很多东西它都是现在这个时代无法解释的东西，也许不是因为解释不了，是还没有足够的仪器跟精密的计算模式，甚至是更高阶的人破解它，所以才会觉得它不存在。像以前我也讲过，现在还有很多所谓的暗物质。现在科学家其实有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差不多94%的存有，他们都叫暗物质。也就是说，我知道它存在，但无法验证它存在。就还有太多无法理解的、看不见的东西。对，那为什么他无法理解跟看不见？你换一个逻辑思维你就看懂。就连是双胞胎，他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同一个教育模式长大，他们都可以长出不一样的模式。所以本来很多东西它就是无法被可规律的有着。可是正是因为科学要被验证，它必须得有这个参数。所以导致说不可被规律验证的东西，它没办法被精准的证实它存在。还是其实就一开始设定就都有 bug。没错，没错。又有另外一个东西衍生，叫做临床实验。所以灵气它其实就是一个没办法用精密科学验证它存在，可是大量的临床实验都证实它有用。的一个归类方式，但当然它也可以用一些细小的东西去发现，原来每一个灵气疗愈师在施作灵气的时候，它的确有一些东西变了。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地球本身是有心跳的嘛？就是它有一个赫兹。大家都知道嘛，是舒曼波。对，那它的赫兹是7.83赫兹。这就是被科学仪器测量到，他就发现到说，整个地球在大气层的这个地方用一个频率存在，超越这个大气层之后呢，这个频率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舒曼波它其实就是地球的频率，就是地球心跳的意思。对，地球心跳还有个声音。然后7.83赫兹，它跟我们每一个人在进入灵气疗愈状态，人的脑波的赫兹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科学家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每当一个灵气疗愈师他要开始疗愈这个人的状态的时候，那科学仪器就发现，他这个大脑的波会因为灵气开始下在这个人身上，他的脑波就会从阿法波变到西塔波。然后这个波的赫兹就是7.83赫兹。我以为你刚刚讲错，我在想会不会有人说好，那我量一下我赫兹。对，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7.83赫兹，它同时会产生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身体会开启修复模式，你的细胞就会再生。它非常的有趣。可是我们就算没有到这个赫兹，细胞还是会再生。没错。是为什么进入到舒曼波，人类会开始有一个自体修复的状态？其实它是透过一个实验去做验证的。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就发现，太空人在太空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离开地球的频率的时候，它会引发大量的头痛，然后他会失眠跟免疫力下降。可是他一旦马上重新暴露在7.83赫兹的模拟器当中，他身体就突然又开始自己运作。所以太空船里面有这个吗？有。长知识了。没错，所以透过这个实验，他们就发现到说，原来人类离开这个赫兹，它的细胞就会无法运作。OK。所以回应你刚刚的问题，不在这个赫兹也会自体免疫跟你会，可是你只要离开这个频率，外太空有更多干扰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关闭我的修复能力了。可是灵气它就是可以改变你的脑波到这样子的波形之后，它的修复再生能力会加倍。所以也因为这样，为什么很多灵气治疗，做完灵气之后，突然我的癌症就好？是有这样子的案例。你可以分享的案例。我先讲我自己的好了。最开始在学灵气的时候，也是很你知道逻辑脑，老师说感受那个精微的能量经过，他说什么东西啊，根本什么都没感觉没有。但是就是真的，也跟自身的频率状态，因为那时候都在办公室，然后那个频率很杂，所以他说好吧，上班的时候来，因为那时候刚好。某一天很神奇，就是老师说，你开始学一个东西，或是你要上课之前，你的高我团队好了，他会帮你准备你的教案、你的功课。对。然后那时候我很神奇，就是某天早上起来，我的右手突然就
它就是很痛，就莫名其妙很痛，也没有压到，也没有怎样，就突然就是很痛，用滑鼠就会超痛，可是我画画就不会痛，很神奇。然后我就上班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来启动一下灵气，然后用，真的就是不知不觉之后，哎，我好像不痛了，因为它就是持续性的，就是你只要一用力，它就会痛。就是我持续做，每天要做一个礼拜，然后说好，我就来实验，拿自己当实验，是最直接的例子。然后真的手就只要每次就是反正就是有改善，但是我要说的是，身体会出状况，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病症，一定跟你的可能信念，或者是你当下遇到的生活习惯，或是各种有关，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条件。灵气的话，比较像是我觉得可以在那个当下让那个能量可以疏通，但是真正要根治，还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不能说我完全只用灵性，然后忽略了比如说饮食啊，或是各方面其他，它是一个多方的配合校准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我那时候，我后来解读到，因为在做灵气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解读到一些讯息。其实我就有听到说，为什么只有在用滑鼠的时候痛，那画画的时候不痛？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大概知道我要离职了。然后所以他让我上班的时候很痛苦，可是画画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有办法拿画笔。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一碰上去我就有这样的念头，就觉得好好笑哦，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真的验证就是对耶，很神奇，所以它是一个互相配合的。如果是比如说撞到突然怎样，可能有一种外伤比较，但我觉得都是环环相扣的耶，全部都是环环相扣的。就是你会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跟你的能量就全部都是讯息，对，都是讯息，所以你可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我觉得灵气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它可以解读到很多讯息。我刚刚讲说灵气就是宇宙的能量，没错。所以当你在下载宇宙能量，你不单是下载频率，其实频率之间也夹杂着很多记忆跟讯息。所以成为疗愈师的路上，有点像是说，你也在训练你解读这些讯息的能力。你也会发现，不同的灵气疗愈师，他的做法也会不同，超级不同。可能有些疗愈师是不跟你讲话的，就是你今天来，然后我帮你疗愈完，没事了，你自己回家感觉。可是有一些疗愈师，他们就伴随着下载讯息，所以他在疗愈过程当中会有超多夹带的讯息，然后进入之后会解读给你听。但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都是帮助你的身体回到一个频率状态，健康平衡的状态。因为唯有健康平衡了，你的生活才会有办法往前。那这些夹带的讯息也是在告诉你，你之所以现在会躺在这被我修复，就是因为你过去可能做了某些事情，你其实不符合你的频率的。你透有躺在这里，我帮助你改写你的频率。可是最终你要如何维持你的频率，还是要凭你自己有没有去在生活上做出具体的改变。没错，所以它真的都是环环相扣的。就很直观啦。你的头痛去看医生，然后医生问你为什么头痛我最近怎样怎样怎样，你就知道你太晚睡。药它没有办法帮助你去解决问题，因为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是创造这个问题的人。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修复它，但事实上是你在修复你自己。没错，没错，就很像是调频的概念。你知道为什么灵气它可以加速细胞修复吗？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是，那个时候科学家他们就是找了灵气的疗愈师，然后他发现，当他的手放在伤口上方的时候，他会发出一个低频的磁场，然后那个磁场叫 ELF 磁场，就是我等下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磁场是什么。他发现这个磁场有一个数据是，它会开始发出一个很稳定的2赫兹的能量，所以全部都是频率啊。所以你看这些2赫兹的能量，他们也发现它有帮助我们神经再生的能力。所以它在放上去的时候，它其实会开始调频哦。第一个数据是2赫兹，它突然下面就出现一个数据是7赫兹。那你知道7赫兹可以干嘛吗？不知道加速骨的成长。是哦，所以要长高的，没有错，10赫兹它可以促进韧带修复。真假的？有趣的事情是，他们那个时候在科学上还发现到说，疗愈师手出去的频率它是一直在变化的，会根据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区块是骨骼的问题，对，它就会变7。这是真的。这边发现是神经系的问题，它就突然变2赫兹的频率，所以他就用这些科学仪器去发现到说，原来疗愈师双手在扫描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帮助他受损组织再进入一个修复模式。对，一开始都要先扫描气场。没错，所以当他发现原来这些频率是真的在验证当中被存在，他们才开始延伸去连接说，对啊，为什么7赫兹可以修复我们的骨骼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可被重复验证的存在嘛。然后就发现对，所以7赫兹就是可以修复骨骼。只是它的修复程度会不会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啊？有点像是它会帮助它加速，它还是回归到细胞自体修复这样。所以加速自体修复的这一个机能像是水龙头一样，我帮原本的水龙头就关起来的堵住，然后帮你通这个水龙头，通完之后它就会自己流水下来啊。所以呢很有趣哦。这些东西我刚刚是不是有讲我要解释 ELF 磁场是怎么？对对，好，所谓的低频磁场呢，其实在讲的就是3到30赫兹的电磁波。最神奇的事情是，科学家他除了发现会有这些低频讯号发生之外，你的身体会因为疗愈师的靠近，他自己也会发出求救讯号，就是告诉他说：“快疗愈我，快疗愈我。”所以他就是发现到说，原来他们两个会互相共振。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在疗愈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手会自动去一些地方，真的以为他在呼唤我。所以当我的手自动去这些地方，它们开始产生共振的之后呢，他们也发现，在这些细胞的流动当中，它也会促进 DNA 合成，增加白血球的状态，所以才会加速修复。那你刚刚说那个 ELF 那个它其实就是低频磁，就是一种修复的低频，它就是一个修复的电波。对，它就是一个，它不是修复电波，可是它是一个低频的电波。他就发现到说，为什么都会有一个低频的电波发生，然后他们才开始去研究不同赫兹分别有哪些不同的身体会给你讯号，然后才开始去拆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知识场，要讲其实是要讲很多很多的。同时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是，这些科学的验证也都是在告诉我们说，灵气它存在是真的可以帮助人体做修复。学习灵气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开启感知，修复身体，没错，没错。稳定频率。我们在灵气里面其实有个东西叫远距传送，这个是一个很酷的东西了。为什么能量可以远距传送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疗愈，因为我现在大部分只接线上的疗愈，我不会实体跟个案接触。对，那我就会把我疗愈完你的能量封包送到宇宙中，然后请你自行下载。这个叫做远距传送，像 WiFi 的概念。对，就像 WiFi 一样。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能量是可以远距进行的。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灵气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我觉得这个对很多灵气有分三到4阶嘛。对对，那远距的话是2阶才会学到。因为像我那个时候也是学远距传送，老师给了我的学姐的照片，然后他请我学姐同步在远来接收。哇，老师好硬哦。对啊，然后他只给我学姐照片，然后就在我面前，他说好，你现在开始为他施做灵气。那有约时间吗？有约哦，那所以我们的约法就是我2点帮他做，做完之后可能会是3点的事情，我请他晚上6点接收，然后晚上6点接收的时候他就要分享。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好的远距传送就算了，还要在不同时间点接收？怎么？老师这个难度设得很高诶。所以我师父对我的要求也很高，对于他培育出来的学生的要求也很高，他就是要打碎所有你不相信的东西。那后来呢？后来是好，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帮他做完，包括我接到的讯息、看到的议题，跟我发现他可能在哪一个器官的能量比较沉重，我在主要帮他清这一块，同步做双重验证。学姐也会跟我讲说，她有感觉我到哪个部位的时候能量感比较强，然后全部的吻合。所以就不得不信，你知道吗？我觉得2阶最好玩就是有一个远距的这种验证，因为我那时候是我是跟我老师，他说好你就几点几分，然后我帮他做，我帮他远距做，因为我直接帮老师做啊，会不会他感觉不到？好，所以我要来讲科学原理了。我相信会给大家的信念加了很多比较厚实的那一些背景知识，这样子。首先呢，其实它跟量子纠缠就是一样的关系，就微观粒子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时间在能量层上面是完全不存在的，人类才被加注定义，然后我们才会有体感上的时间感。但其实所有的能量运作还是根本没有时间距离限制，是同步，所以就跟量子纠缠的这个实验有关系。就是之前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它有很多故事，我在之前 podcast 有讲过。简单来讲，就是他们把同一个粒子分成2个的那个，对，他们把同一个粒子分成2个，然后呢，那个粒子就是被包装在一个外界完全没办法干扰的一个空间哈。空间我们把它解释为空间，然后他们把这2个粒子，有一个人他就开着车，然后把另外一个粒子带到个很远很远很远的。你听的版本是开着车。
我今天这本是送到外太空他做了很多不同的那个对，他做了很多不同实验去确认这个粒子是真的是可以相互同步发生的。无论哪一个实验，简单来讲，他们就是来验证说，超越时间跟空间的距离，他们会如何共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相隔千万里，甚至是在外太空，甚至是很远的地方，只要我对这个粒子产生任何一点的波动，另外一颗纠缠过的粒子也会相对共振。所以这就是很著名的量子纠缠的实验嘛。所以远距的传送也是一样，我们人类就是从无数个粒子所产生的能量体，而且这个粒子又包含了你这个人身上能量层的运作。我只要把意念聚焦在你身上，我就可以改写你的粒子。所以它又可以衍生到另外一个实验，就是意念真的可以改变物质吗的实验。还有双缝的实验吗？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做了有点像是随机产生器的实验。也就是说，就是有观察跟没观察的那个，有观察者实验，那就是那个双缝效应的那个实验。对，但他们那时候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好，他们那时候做的实验是，他利用放射性的电子杂讯，让每秒产生数百万个0到1。然后它就是在这个杂讯里面有很多0到1，所以理论上长期接下来0跟1出现的几率应该是要50-50，这是他们的设定。就是在原本预设就是50-50，它的出现就是50-50。然后他们就发现到说，好，那我现在希望1出现多一点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微小但是具有统计意义的偏差，1就是出现交通。所以在这个实验就发现到说，原来意念不是大脑的幻觉，是它真的有物理能量的，而且它可以去干预微观世界的随机性，真的去干扰它的秩序。意念其实就是一个电波的能量，没错。所以我可以用意念去连接你的粒子，然后去改写你的粒子的同时，哪怕我在远端，可是我开始产生跟你纠缠的时候，就是我进入到你的意识场，它是称之为纠缠。所以我让我主动性跟你纠缠，然后我就开始改写能量之后，就会同步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为什么远距离系是可以被发生的，就相当于有意。所以像我在帮我个案做远灵气的时候，我是把他们的灵魂叫进我的娃娃里面嘛。对，就是我把它的有一个灵气娃娃，对，没错，在这个灵气娃娃上面做灵气，也会同步的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实验跟各种东西是可以值得再深化聊的。我觉得这可以聊好多集哦。它可以聊好多，因为它真的好有趣哦，我真的很要找一集找那个就是灵气反正有在做灵气的，然后都可以一起来聊各种。我觉得有在做灵性，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他们的经验嘞。也可以。像你的大礼包其实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吧？对，就是设定时间。我不知道市面上如何，但是的确我的灵气是会包成一个封包的，然后请他们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自己接收，所以我们不需要同步。很多人都问，在做我大礼包或者在做我疗愈的时候，都会问我说：“月月，那你在做疗愈的时候，我要特别准备一个事情给你？”我说：“不用，做自己在做事情就好。”是啊，就是自然就好。因为你的例子也不会因为你怎么样，他就不给我观测，绝对不会。但你要有仪式感也是没问题的。对，我可以创造很多仪式感给你。所以我的个案其实有些时候第一次找我疗愈人，也会问我说：“哎，真的不用吗？”可是其他疗愈师都需要的，没关系。对，你只要信任，就是喜好跟习惯的。对，只要你全然的信任我，相信我是有能力去引导你走完这一段过程的话，其实我们之间的量子纠缠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你的一句话好像就疗愈到我了，就是因为你信任。那个信任比起我在你身上做100万的仪式还不重要，因为你就是我，就是你。没错，所以你可以把我投射成你，当你把我很巨大的投射成你的时候，你相信我投射，你就会突然觉得有一股力量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呢，其实灵气呢，的确就是一个宇宙送给人类的无限充电线。你跟这个无限通电线连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源源不绝的能量的。每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赶快把那条线拉下来，然后插在自己身上，然后就噔噔充电之后呢，等够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拔掉，然后又可以像加满油的车一样往前。但想要就是稳定的，就是跟这个宇宙无线充电线连线，就需要进入跟信任这个意识场。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找师傅学习最大的意义，就是我在培养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信任程度，透过满足我的右脑，也满足我的左脑，它必须要同步发生。
也就是大量的做很多个案，有时候你的信念才可以被证实。等到你信念被证实的时候，你对于你在做的事情就会更加的有动力。有动力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正循环。所以不要让它只停留在知识跟脑袋，而是你真的要落实的去做。我的灵气课程接下来要开设的师徒陪跑制，我才会设定1年的，哇，超级扎实。非常扎实。因为你知道吗？呀，1年是4节、3节，哦，那其实算蛮快的耶。到大师节1年，我那时候我的老师也是很佛系在开课，然后真的很神奇，就是你会遇到同学，或是你会遇到的开课的时间，比如说啊，我今年这个几月就是不行，然后你就一直没办法上到2阶，或者一直没办法上到3阶，其实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你这一段时间的休息跟积累，然后可能也在等你的同学，或是你在等一个就是完美的时间点去让它发生。对，所以1年我觉得算不像听起来其实算蛮快，因为光是我学1到3阶，其实花了有快3年嘞。3年的时间。2年多，才真的完成。因为我的1年的理念是非常非常扎实。哦，能听起来超扎实的。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心里就一直在想，我大概在前年12月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读者讲说，我要开9级灵气的课程，然后我一直迟迟没开。然后我有很多就是读者，他解释一讲说，没关系，月月我会等你，我会等你。可是每当我在开始要写课纲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时候未到，好像有些东西在酝酿，好像有一个更完整的东西我可以创造出来。所以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把课纲终于写完，写到80%。赞哦。而且我也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不是前年开课，因为我接下来设定的师傅传承制是1整年，然后这1整年是你大概每15天就会见到我一次。因为接下来2026年的马年，我马年其实就是一个加速。哦，超级屌。非常加速，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以前的身心灵的状态，你可以用3年去学完一个技能，然后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节奏。可是现在没有，大家会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没有时间在原地停留太久。真的没有先在原地耶。所以我会希望接下来之所以会加速，代表课题会加速。我之所以没有开课，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放着你不管的疗愈师，跟放着你不管的老师。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学完灵气课，好，点化完，知道理论概念之后，去用吧。下次再见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我把我能给你的东西给你了，然后你要怎么自行发挥。我比较想要做的事情是，你不是来找我学灵气，你是来从我身上挖宝的。怎么听起来跟你老师有一点在做的样是一样，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师。灵气它只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能量通道管道，开启你想要自我疗愈道路上很重要的起点。可是起点打开了，你中间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缺乏一个引导师去引导你的话，会让你走得很挫折，跟跌跌撞撞。而那个跌跌撞撞有没有可能是可以被规划的呢？所以我就把它规划出来。所以我接下来1年期的师徒制计划是，首先第一个，你一定1整年的时程都要可以参与。好，看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那个符合这个。对，可是呢，我是实体加线上的课程，它会变成这个样子，它会有分不同的季度，我把它变成一个赛制，我把整个师徒传承计划变成一个地球玩家的疗愈赛制。好，这个赛制会如何进行呢？首先，你要开始上第1阶的灵气课程之前，你要先了解能量层的运作，然后跟疗愈之于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呢？还有你要大量的自我探索。所以我会先有一些线上的预录课程，课前课的感觉，没错，而且你要打卡，你打卡完成了，你才能够进入到正式的课程。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学习灵气的时候，光是要感应能量就感应个老半天。哦，是啦，是，然后就无法理解能量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其他同学有感应到，然后我自己没感应到，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拖别人的后腿，然后自己好像矮人一截，或者是如何会焦虑。没错，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在感应能量上面就有一个落差之前，我先来花大量的课程教你去感受你自己的情绪。哇，好棒哦，很需要这种没错，所以我从最生活化的方式先引导你认识自己，而不是我来依赖这个灵气工具，我要让你长成你自己。所以你做完这一个打卡跟陪跑之后，你才会进入到我1阶的课程。然后我1阶的课程也不会只跟你讲知识概念，我会大量的设计不同的工作坊，让你去感应能量场。我会让你感应画，
感应椅子、感应桌子，然后感应所有东西，你用你的解读去解读，然后这是一个很信任跟开放的空间，然后呢才会慢慢把这一些历史文化脉络讲给你听。1个月的练习时间，你才能够进入到下一届。而这1个月的过程当中，我还有很多功课要给教官。所以如果你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扎实的成长，这就会是适合的课程。可是你必须得要配合这样子的安排。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筛选机制，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发现我自己的经验，学灵气经验就是下课之后我会不敢问，然后没有人问，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去烦。对，然后你也不敢跟同学讲。对，然后因为同学不一样的人，就是真的是各种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同学跟老师之间的就是这个陪伴跟互动很重要，非常的关键。因为我1阶到2阶其实停了超久才上2阶，然后我也明白是因为自己本身还有很多频率要调整，这个过程其实摸索的比较辛苦一点，这个辛苦也是值得，只是如果有这样的设计的环节，真的可以很快很加速，而且是好玩的，会有一种一起革命破关互相带动。我把它定位为师徒制，就是我想告诉你说，我就是你走入神经很重要的师傅，而且我不会丢下你。在你还没有从我身上学完东西之前，我是不会丢下你的。我会让你知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存在，会无条件的支持着你。所以呢，从第1阶到第2阶过程当中，我刚刚讲每15天会见到我一次，就是因为我会在线上跟大家解惑，跟开直播，然后花很大量时间在你身上。再来，你到第2阶之后，你开始传承符号，然后你开始要大量做园区个案的时候，你会泡在我的会员区里面。所以我会员区的所有会员都是你的个案资源，我想把他们的东西全部结合在一起。真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尴尬，就因为你都要练习嘛，那时候我都要跟朋友讲说，我可以找你做一个东西嘛，然后就要解释超久，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一开始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对，所以我觉得很棒诶，有很多人可以陪你练习。所以会在会员区的人，一定也是因为他知道一定能量的概念跟感知，所以他其实能跟你互动的频率是最没有障碍的。我所设计的会把他们丢在我的会员区，我会员区有大量的互动的贴文，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很明确的感受到你今天做完这个疗愈，他给你的回馈是什么。你可以再从你的同学做疗愈的回馈是什么，然后你去做交流，然后去做阅读，你才发现到说你真的不孤单，就是经验值的交流跟累积就是超级珍贵。没错，没错。到第3阶到大10阶结束之后呢，你会在半年之内结束灵气的课程。可是后面我会开始传承你不同的东西，就像我刚刚选修课的概念。没错，主修课就是灵气，我接下来会给你开很多的选修课。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萨满的知识传承给你，水晶阵的知识也传承给你，然后还有很多颂钵疗愈的知识也传承给你。简单来讲，就是这1年的师徒陪跑之，我会让你从我身上学到所有我会的东西，所以我要复制我出来，然后去让他们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可是我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因为短期之内可以变成的，所以我过往所花好几年摸的道路，我把它变成一个课程，让你可以直接性的从我身上学到，你不需要再另外花很多时间去找资源，或者是不小心进入到很心累的状态，是找资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找到对频的资源需要一点运气跟缘分。没错，所以我会把我的资源分享给你。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想要真实的成为疗愈师道路上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去走的路的环节。我觉得光是找那种练习课就很包，就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它会是一个很完整的课程内容，然后我也很感谢我在今年的时候终于把它完成了。一起来练灵气家人，没错。所以我其实这门课也不叫做灵气课，我这门课很有趣，我把它包装成以那个游戏的机制去做。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灵气的这个东西，可以让大家对于身心灵可以有个更科学的认知，跟让你知道说其实它是可以真正具体的帮助到我们人的，这才是我们学习灵气的目的。成为一位疗愈师，并不是说我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想要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这是最可怕的迷思。今天你成为一位疗愈师，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我们有改写频率的能力，而当你能够改写整个地球宇宙频率，就在改写集体意识。所有你在这个生命当中感觉到困难跟困惑的东西，都可以因为你改写这个频率的集体意识，而让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好，你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也就是说，利己就在利他，利他也在利己的共好概念。突然觉得世界大同了。你看，为什么亚特兰提斯帝国它可以共好跟加速发展的状态，就是因为他们放下了执念，但当然也是因为执念他们又毁灭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宇宙周期。当我们还觉得要用很用力的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当你和宇宙合作，你就有无限的资源？这才是学习真性好玩的地方啊！真的，像我很常跟我身边的人讲说，其实我在录 podcast 很大一部分讲话的人都不是我，是我的高龄。这是我感觉到。只是我不会让高龄 take over your whole body。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像是一个正常人在讲话一样。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其实是会回去听我 podcast 的人，因为有时候我高龄在讲话，因为你讲完自己就过了这样子。对，然后我会忘记，然后所以我需要重新去心态发现，哦，原来那时候高龄给了聆听 podcast 的听众那么多的资讯跟教导。所以我想要讲的事情是，跟宇宙合作就是这么好你会有一个无限的知识库。是的，然后就这样子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下载下来，所以你就不需要用力的去研读资料，你也不需要用力的去记这些东西、背这些东西，你就是一个存在，然后让它接管你的通道，然后让它自然的流出。那你就是一个开外挂的人，完全。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根本就开挂吧。希望听完这期 podcast 听众，希望你对于勇气有全新的看法，然后不认为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秘学，而是它可以用科学解释的，而且它就是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如果你现在有感觉到疲累的话，你不妨可以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一下此刻在你的人周围空气中的小震动。然后那些能量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你也没有去观察它而已。因为当你观察它的话，观察者效应就会出现，你就会开始可以感觉到能量动动。所以在我的课程里面也会教你去观察你的气场。所以当你用一个正确的聚焦模式，你会发现你真的看得见气场。只是有没有方法去接通而已。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好了，你们可以，你现在闭上眼睛去想象你的掌心有一颗发光的球，不需要用力的想。你就讲它就出现了，对，没错，没错，只是很轻轻的去观察它。好，现在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你的掌心在发热，而且那个热能是，你知道它不是你本身的热，而是那些你的意识正在波动的能量感。所以你可以去就简单的观察就好。你的手掌心有没有开始跟另外一个手掌有不一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要跟我们讲的。当你去观察能量，能量被聚焦，它就会显现。其实就是有意识去练习感受跟锚定它的。没错。所以如果你开始能够感觉到这个球的颜色、它的大小、波动的感觉，甚至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情绪，它想要传递给你的讯息，恭喜你，你开始跟你的身体合作了，而且你会发现它真的在。这个感觉是没办法骗你的。有趣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意念对准的联系。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能力，可是透过训练，你可以跟这个能力好好的合作。因为当你学会意念对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它可以融入在所有的现实当中？你今天在跟主管报道的时候，你可以注入能量给你的 PPT， 这个 PPT 就会散发很好的能量。再来到上学，如果你还是个学生，有没有可能是当你的意念注入给考试，当你能够给予正确的意图在这个考试卷上面的时候，你在进入这个考试卷的意识你会突然可以下载这些考卷的能量呢？对呀，很有趣要不要都这样考试吧？是可以这样考试，只是你有没有这样玩？所以接下来生机爆棚的时代会开始推翻很多旧有的概念，就很像是以前的人都还要用力读书，现在靠 AI， 其实读书的效率就会高一半。突然多了更多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当你学会越多的工具，然后在生活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时间突然多出来去陪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因为这就是接下来宇宙地球的能量走向，它要你花时间在有意义的事上，那些无意义的东西都会被很多东西取代。应该说对你来说有意义的，比如说对人来说做一些
比如说看起来很无聊的事情，对他来说超级有意义。对，但是就是对你来说有意义的事情。没错。OK， 那我们就今天抽一张卡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做的祝福跟指引。那你拿抽好了，我们今天抽黄金未来卡牌。好，我们来抽出给 Podcast 听众们这样这个当下到未来1到3个月的祝福。我跟你说，这张卡牌我大概抽它10次，它出现了9次。我跟你说，我每次拿这张卡牌来聆听 Podcast 听众都可以去看，我每次抽黄金世代卡牌，每一次都会抽到大，每一次，而且是从没有是马尔达时期就开始抽到就是 family relationship 家庭关系。谢谢。我之前解读它，我是解读四海一家。好，那我来用我的方式解读，感觉一下，也许连接到你的还有观众的，不知道。反正这个牌里面就是大家可以就很直观看到是一个家庭的画面嘛，但是它讲的并不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条件上，比如说我的爸妈，然后我的就是血亲的家庭，它更像是我觉得比较像是灵魂上面的家庭。就是他说的是只要这个人是跟你有很深度心跟心的连接，你们的关系是可以滋养彼此的，那他都会是你的黄金未来，就是在接下来新地球就是频率更高的那个状态的灵魂家人。然后你们是可以一起创造，然后一起去突破很多关卡的。他里边有讲观音的能量，这是国外的，他有讲到观音的能量，所以可能大家跟这副牌卡有连接，可能这张牌也是跟观音非常有连接的啊，慈悲跟智慧，也有可能是他需要你正视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因为其实就是你会选择这个家庭，就代表他有一些你可能下载下来你想要去突破的关卡，就连接最深的那一群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为什么这张卡牌一直出现，就是一直要提醒大家说，我们接下来会发现你的每一个意念都在创造一个能量。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新地球里面一直在升级，一直升级呢？那它跟你都有关系，真的每个人都超级重要的。没错，希望可以帮助你们去解惑到很多你们没有曾经思考过的问题，或者是从来没有这个视角认识过的灵气。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的开心，每礼拜五晚上8点都有很多地球玩家陪着你在这个频道意识升级，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之后下次见，大家拜拜。Hello， 地球玩家的大家，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淼淼能量疗愈学院在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分别国内跟国外的课程、活动、工作坊，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导师培训课程，会用什么样的模式跟大家见面？我们会安排在什么时候？一一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4月跟8月还有9月分别尼泊尔颂钵旅修团还有美国的雪士达山的旅修团目前已经全数满团，可是没有报名到的光子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底还会分别开2场的海外旅修，会是在12月初，我跟妮娜会在清迈带领大家7天的旅修，在12月底的时候还有一趟巴厘岛的跨年旅修团，这次我会带大家到巴厘岛跨年。那这个活动资讯呢，会是在年中的时候才会开放大家报名，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官网上面的消息，还有我们的限时动态发布。在今年我只会有2场在台湾开课的时间，第一个是5月份，第二个是11月份。那首先5月份5月1号到5月2号我们会在台中举办与高我连结2阶式的深度实践课，5月3号在台北举办女性力量工作坊，5月9号跟5月10号会回到台中展开7脉轮的课程，这2个课程分别有初阶跟进阶，它是完全可以分开报名的。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个报名的资讯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到官网上面看，都有详细的介绍。5月11跟12号会在台北带来金钱丰盛灵气课，在5月16到17号我们会举办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带领大家一起到宜兰的那山那谷，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到山谷跟溪流进行水火之间的能量仪式跟疗愈。那这些课程目前呢已经可以在官网上面报名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移步到官网上面详细看更多的资讯。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1整年的陪跑疗愈师培训计划，分别会结合臼井灵气的课程，时间呢会是1整年，但是主要的实体课会是在5月23到24、7月4号、5号、8月8号、9号。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课程，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观看更多的细节。那5月的行程很丰盛，也是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6月，而我也
即将要飞往海外跟当地的朋友见面了。那新加坡的光子们在6月3号我会举办颂钵音疗实验室，6月4号到5号是与高我连结的进阶跟初阶的工作坊，6月6号到6月7号是金钱丰盛灵气课。我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在我待在那里的1周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带到当地的你们。那结束后我会飞往澳洲，6月12到13号在墨尔本有与高我连结的课程，6月14是重启神经系统工作坊，6月18到19我会在雪梨开设7脉轮的初进阶课程，6月20到21号同样在雪梨有金钱丰盛灵气课，最后27到28号我们会在黄金海岸举办一个女性力量的2天1夜工作坊，6月26号我们会在布里斯本的海岸边预定一个餐厅，让大家一起聚会聊天吃饭，来聊聊彼此在身心路上的成长，跟在澳洲带着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跟心得，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小聚会。那详细的报名资讯跟完整的行程我们都已经整理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了，欢迎点进去看，期待可以在今年的某一站跟你相遇，我们一起把能量带回我们的生活，也把自己带回自己，升级你的意识。地球只是一场游戏，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吧。大家我们之后见。